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傅斯年逃婚那天，我哭着说：“思年，我好歹爱了你这么多年，就当可怜可怜我，行吗？”他冷漠地望着我说：“不爱一个人不需要自责，你别太自私。”然后头也不回离开。后来我要和别人结婚时，傅斯年抛下白月光，跪着求我：“阿念，就当可怜可怜我，行吗？”我笑着把红酒倒在他头上，轻笑：“傅斯年，你忘了，不爱一个人是不需要自责的。你该祝我新婚快乐。”和傅斯年结婚的前1个月，中介打电话来告诉我，房子的钱款已经打到账户上了，就是您和傅先生之前付了首付的那套婚房。3个月前，傅先生就让我尽快卖出去，越快越好。账户也是傅先生提供的，开户人姓许。嘟嘟，我挂断中介的电话，心顿时凉了一半。3个月前，傅斯年的白月光，许穗回来。从那天开始，傅斯年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。最开始他说结婚要用钱的地方多，加班能多挣点钱，让婚礼风风光光的，我还能从心里麻痹自己。他心里还是有我的。现在看来，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自作多情罢了。我回到出租房时，傅斯年已经回来了，还很反常地做饭。“石念，你回来了呀，快来尝尝我买的蛋糕。”我走过去，芒果蛋糕买1送1的标志还挂着，桌上却只有1个蛋糕。傅斯年，中介给我打电话了，我不愿意再看那刻意的讨好行为，掏出中介发来的银行卡号，截图给他。傅斯年脸色一僵，好久才憋出话来：“石念，许穗欠了好大一笔钱，如果他不还的话，那些要债的就会天天跑到他家去。她一个女孩子不安全。”从许穗回国那天，傅斯年天天都把她送回家安顿好后再走。况且那是许穗欠的钱，凭什么要拿我的婚房来替她抵债？傅斯年，我盼了8年，整整8年，我好不容易有个家呀。你知道我这些年有多累吗？我陪傅斯年背井离乡，拼搏了这么多年，为的就是能在这大城市里面有属于自己的家，不用面临被房东赶出去，不用那连2个人都容不下的卫生间和空气里始终消散不掉的潮湿味，省吃俭用。我这些年衣柜里的衣服洗了又洗，补了又补。下班我兼职跑外卖，整日风里来雨里去的，腿都不知道摔得有多难看。好不容易凑齐首付的钱，可是现在只需要许穗的一句不安全，傅斯年就能把我的付出全部丢弃。看我哭了，傅斯年激动地抱住我，不断安慰：“念念，只要有爱，房子还会有的。”傅斯年自言自语了好久，像是在安慰我，又像是在安慰自己。他说：“爱能抵万难，可抵不过半夜许穗给他打电话。”傅斯年再一次抛下正哭着的我离开。我在出租房消沉了2天，傅斯年都没有回来。许穗的朋友圈却更新得异常频繁，他应该是还了债，还用剩下的钱买了一套单身公寓，面积不大，但是拥有了一个家，一个用我8年的辛苦换来和傅斯年的家。我正看得出神，手机弹出妈妈的视频通话：“念念啊，你和小傅什么时候回来呀？蛋糕都送到了。”1年前，妈妈查出骨癌晚期，没有合适的骨髓，只能选择一次又一次的化疗。现在消瘦的速度让人可怕，头发也快掉光了。医生告诉我，恐怕也就能活1个月左右了。这应该是最后一次生日了，我马上就回来，你乖乖等着哦。我强扯出笑容，
挂断电话，给傅斯年发消息，他却一直没回，只能先匆匆赶回妈妈。傅斯年却突然出现了，手里还提着妈妈喜欢的东西，站在门口。他见我一脸错愕的样子，笑着抱住我，亲昵的模样，似乎我们之前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看到我很惊讶呀，这可是咱妈的生日，我肯定不会忘的。傅斯年亲密起来时，很难让人拒绝。可如果不是前几分钟我看见他微信小号发他睡着了，先去处理点麻烦，再回来陪他，恐怕现在也还会沉醉其中。可今天是妈妈期待很久的生日，我不愿意和傅斯年吵架，只要他能安安心心的陪妈妈过完生日，我可以给他弥补的机会。妈妈见我和傅斯年这般恩爱，苍白的脸上都流露出笑容。吹蜡烛，许愿吧。闺蜜萌萌开心地点上蜡烛，把蛋糕放在我和妈妈眼前。妈妈期望的眼神在蜡烛下显得格外强烈。这是她第一次过生日，也是最后一次。手指紧拽着傅斯年的衣服不放。妈妈刚睁开眼，傅斯年便说：“阿姨，我还有事，你们先吃，不用等我了。”妈妈许愿的3分钟前，傅斯年的手机便响个不停。眼看他越加着急的目光，我只能死拽着傅斯年，勉强地吹完蜡烛。想来现在他已经等不及了，可妈妈还在这儿，至少也要把蛋糕吃了再走啊！我起身拦住傅斯年，尽量掩盖被背叛后的恼怒，对他说：“傅斯年，把蛋糕吃完再走吧。你知道的，这是我妈最后一个生日了。”我服软的语气，傅斯年终是动摇了。可许穗的电话打来了，傅斯年没有任何犹豫的接听。思年，我好饿呀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你是嫌弃我，抛弃我了吗？许穗的哭腔像是利刃扎得傅斯年心疼。不会，你等着，我马上就来。傅斯年推开挡在他身前的我，语气罕见的不耐烦。十念，差不多得了，别再耍小性子了，一个蛋糕而已，我回来吃不就行了？说完，傅斯年上车离开，很快消失在我眼前。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，我盯着傅斯年离开的方向，想了想，上一次傅斯年过生日的时候，我专门为他做了一个蛋糕，可不想傅斯年那天加班，喝酒喝的人都不省人事了。他吐完，看见桌上的蛋糕，二话不说地拿起来吃。傅斯年，别吃了，你难受，明天再吃也一样。那时的傅斯年笑着躺在我怀里说：“不一样，老婆做的蛋糕不能靠后。”看他一边吃一边吐的样子，我心疼，却又感动得掉眼泪。可现在有别的人不能靠后了，我也没资格再哭。直到妈妈午睡时，傅斯年终究没回来。我替妈妈捏了捏被子，想到刚刚我替傅斯年找的格外拙劣的借口，妈妈也欣然接受了。在她眼里，我和傅斯年就如同言情小说一般，是青梅竹马，是参与过彼此生命中至关重要的时刻，早已经是亲人了，没人能把我们分开。可他不知道，许穗对于傅斯年来说是不一样的。傅斯年年少轻狂时，偶尔失态时会冲我发火，可如果是许穗的话，傅斯年甚至连说话都会脸红。我劝傅斯年好好学习这么多年，他一直玩世不恭，可偏偏许穗一句想要和优秀的人并肩，傅斯年便放弃了打球、游戏，开始努力学习。可惜他和许穗还是没能上一所大学。许穗发朋友圈官宣恋爱那天，傅斯年跟我表白了。许穗出国要和男朋友订婚那天，傅斯年跟我求婚了。那晚他盯着手机哭了好久好久。我一直知道，却还是想把傅斯年留在身边，毕竟许穗订婚了，
他和傅斯年之间不会再有什么联系了。人嘛，很难十全十美，凑合凑合就行了。这一凑合，就委屈了自己这么多年。我捏紧手指，直到鲜血往外流时，我轻叹一句，对身后的萌萌说：“萌萌，我不想等了，不想再等那冷掉的晚饭，那永远兑现不了的承诺。”我曾以为忘记傅斯年会很难很难，可现在说出来，却得到异常的平静，甚至还有坦然的轻松。人可以凑合，爱情不可以。妈妈需要住院治疗，我忙着帮她收拾行李，以往冷清的手机却变得格外热闹。吃饭了吗？公司最近有点忙，妈怎么样了？怎么没回消息？是工作太忙了吗？傅斯年很少给我发关心的消息，想来是我这么久不联系，他还有些不习惯吧。毕竟之前我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给他发篇小作文，没有这么多消息挺烦的，别再发了。傅斯年自尊心很强，我这么说，他肯定气得够呛。果然，刚刚还源源不断的消息，顿时消停下来。呵，行啊，十念。有本事别再找我。和傅斯年每次吵架，我都会主动的求和，无论对错，所以傅斯年才会从来不把我的生气放在心上。照顾病人比我想象中困难，我每天要楼上楼下的跑，交费、沟通医生、取药、买饭、清理排泄物，整个人肉眼可见的消瘦。妈妈躺在床上，握着我的手直流泪，都是妈妈连累了你，念念，都是妈妈连累了你。连累这个词，妈妈从我出生开始就一直念叨。小的时候，我是单亲家庭，在幼儿园被欺负，回家抱着妈妈哭诉，为什么别的小孩子有爸爸，我没有啊？妈妈只能抱着我说，对不起，那时我很讨厌妈妈。可等大一点了，我才知道，在妈妈怀孕时，爸爸妈妈出了车祸，爸爸为了保护妈妈和肚子里的我，放弃逃生机会。妈妈也不想失去丈夫，可她没办法，她还要为了我活下去。每每看见我羡慕地望着别的孩子有的东西，妈妈总是说她没本事，连累了我。妈，如果没有你，我早就是野孩子了。我擦去她眼角的泪水，轻声细语地安慰妈妈，小时候你无论怎么样都要费尽心思给我买肉吃。高中时候，你凌晨4点爬起来，推着重重的小摊，为了供我读书。这些年，连一件贵一点的衣服都没买过，鞋子都是补了无数次的。你这不是拖累，这是陪伴，只是虚弱的陪伴在我身边而已。哄睡着妈妈，我捏了捏肩膀，前去接热水。护士见我站在那儿，心疼地开口：“宋小姐，你这黑眼圈都这么重了，要不让你老公来照顾照顾吧，别把自己身体拖垮了。”热水的蒸汽缓缓往上冒，我似乎看见傅斯年的幻影，可他现在应该忙不过来。最近许穗发朋友圈说他身体不好，傅斯年应该忙着照顾他，哪有时间管我呢？想着想着，热水壶掉了下来，一泼热水洒在我大腿上，钻心的疼。你没事吧，宋小姐？小护士被吓坏了，急急忙忙地跑去拿医疗救护包。我死咬着嘴唇，奈何怎么也说不出没事2个字，只能任由泪水滴落。我来吧。陌生的男声响起，骨节分明的手替我抹烫伤药时，我才认出是萌萌的哥哥季怀。谢谢你啊，季怀。我搀扶着他的手臂，一瘸一拐地处理完伤口。傅斯年没接话，皱着眉头询问：“傅斯年没有陪你吗？”我看他刚刚来了住院部。季怀和我认识的有些晚，不知道傅斯年有个白月光，我也不好和他说自己的未婚夫在照顾别的女人，只能笑着替傅斯年找补。他可能有事去了，可能我天生就不太适合撒谎，笑得比哭的哭还难看。
让季怀一眼看穿。你不用骗我，我看到他进了一个女人的病房。宋时念冷暖自知，照顾好自己。季怀离开时，留下了我最喜欢吃的饭，里面的香菜也被挑得干干净净。我边哭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。电话那头突然响起：宋小姐，你母亲突发病情，饭洒落一地。我飞快地跑回病房，急诊室的灯已响起，时间一点一点流逝。等林医生出来，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手脚冰凉，连嘴唇都在颤抖。病人病情暂时稳定住了，但是你知道，时间也不长了。如果想要他好受一点，可能费用要比现在贵些。先准备30万吧。之前婚房的首付钱被傅斯年全部拿去，好在还存了些装修的钱。我庆幸地回银行取钱，却发现半天都识别不出来，这张卡前天已经转出去30万了。工作人员把转款记录给我，傅斯年，又是傅斯年。我气得站起来时，脑袋一阵昏厥，缓了好一会儿，又返回住院部，走进许穗的病房，两人正在浓情蜜意的相望。许穗见到我，如同什么受惊的兔子一般，蜷缩在傅斯年怀里。你怎么来了？傅斯年抱住他，生怕我动手伤人。不过也好，因为马上我就要忍不住了。傅斯年，装修的钱呢？许穗怯怯地开口。那个，时念姐，你别生气，思年也是看我可怜，才把医药费付了。你放心，我会还你的。我气笑了，一把拉扯住许穗的衣领。好啊，现在我就要，还给我呀！我声音很大，整个人处于崩溃的边缘。傅斯年一把推开我，眼里是我从未见过的冰冷。你在闹什么？许穗生病了，需要钱，能不能别再无理取闹了？我曾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因为傅斯年而伤心了，可现在他的话让我疼得喘不上气。无理取闹，先是欠债，现在又是生病，怎么天大的苦难都上赶着找你许穗啊？傅斯年，你替许穗花钱我没意见，可那笔钱是我们2个人的，你没资格花在他身上。我眼睛通红，血丝遍布，看起来格外恐怖。傅斯年没见过我这副模样，没有来的心慌。是我不好，思年，是我下贱害得你和石念姐吵架，病我不治了，我死了给宋小姐赔罪。许穗说着，就从傅斯年怀里挣脱着要跳楼。这招数，我在傅斯年身边都不知道遇见多少遍了，偏偏每次傅斯年都心甘情愿地上当。赔呀，你倒是赔呀！我告诉你，今天这笔钱我要是拿不到，你他妈卖肾都要给我拿出来。许穗，我已经把傅斯年给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今天要是拿不出这笔钱，谁都别想活。我语气越来越激动，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把傅斯年推开，扯着许穗出房门，找医生把那笔钱要回来。够了！我脑袋嗡嗡，像是什么也听不见了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傅斯年他打我了。他像是看仇人一样的看着我说：宋时念，钱我已经交了，你想要回来没那个可能。许穗得了胃癌早期，要是不及时治疗的话会死的，你能不能别这么恶毒？我都答应和你结婚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他的话像是在指责我的不懂事，我都委屈来和你结婚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可明明最开始说喜欢我的是傅斯年，对我好，为了追我愿意跑3条街给我买红薯的也是傅斯年。明明结婚的时候是他欣喜若狂地带我看场地、看婚纱，怎么现在反而像是我在逼迫他和心爱之人分开一样？傅斯年，那笔钱是我要给我妈治病的，我妈快死了，我就想让她死之前能不活得那么难受。
我就想让他安心的离开。我要的还多吗？还多吗？我艰难的吼完这么多年的辛酸，像是说给傅斯年听的，也是说给从前那个卑微的自己听的。明明最是懂事的，却得不到疼爱；明明最是小心翼翼的对待的，总是会让希望落空。我和傅斯年之间算是彻底翻篇了。我缓了好久，从包里掏出戒指。傅斯年刚从震惊中缓过来，语气间带着慌张：“宋时念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那枚戒指其实不好看，钻很小，做工也很勉强，可我总是像是珍宝一样把它戴着。”傅斯年笑话我没看过好东西，可他不知道，他送我的每一样东西，在我这里都是无价之宝。傅斯年，婚我不结了，我们之间就没关系了。明天之前，我要看到属于我的那部分钱，不然我们只能法庭上见了。傅斯年到底没把那笔钱还给我，我报了警，可处理的时间很长很长，我没能让妈妈活得好受一点，只能在她身边陪着。念念啊，妈妈活到现在已经很开心了，你不必自责。我就是想在死之前能看见你和小傅结婚。傅斯年在妈妈的病房门外一连待了3、4天，妈妈每次想让他进来时都被我拦住了。他不止一次念叨，夫妻应该共同面对生活中的困难，而不是总是把问题放在那儿得不到解决。我很想告诉他，我和傅斯年已经结婚了，可话每到嘴边时又不忍面对他。妈妈能坚持这么久，唯一的信念就是我马上到来的婚礼，可是我做不到，我无法再和傅斯年共度余生。我出去给妈妈接热水时，傅斯年凑上来抢走了水壶。你离远点，一会儿烫到你了。他这副讨好的样子，看得我只觉得恶心。不用，之前就烫过了，早就长教训了。傅斯年没想过我会这样说，呆愣在那里良久，才继续说：婚庆公司给我打电话了，亲戚们也快到了。这2天我让护工来照顾妈。对了，还有那枚戒指，我也觉得不好看，你不喜欢就算了，等有钱我再给你补上。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大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很期待婚礼，很期待和我有个家。不用了，我这2天会让婚庆公司取消婚礼，亲戚那边我去解释。还有钱了，麻烦把欠我的钱还了，戒指就留给许穗吧。我无所谓的态度让傅斯年再也装不下去，他深深地叹了口气，沉下声来。这个婚礼我们期待了那么久，妈也一直期待着。你在闹什么？我不由得冷哼一声，语气里带着连自己都不曾察觉到讽刺。我没闹，所以我也不用怕婚礼当天许穗又来闹。我转身离开傅斯年，回到病房。婚庆公司通知的消息发在了萌萌手机里，婚礼布置好了，很漂亮，和我想象中的一样。妈妈看了很开心，只有我坐在沙发上，望着窗外的夜景，提不起一丝兴趣。念念，你要是不想嫁，就不嫁。萌萌照顾好妈妈，走过来安慰我。傅斯年那个混蛋，选择许穗，是他没福气，要不是顾及阿姨，你早就把他甩了。傅斯年这些天来找我找得很频繁，甚至偶尔都没管许穗了，像是真的后悔了。可是他那样的人又怎么会后悔呢？我望着妈妈带着笑意熟睡的脸颊，算了，就当走个过场，总要满足妈妈一回的心愿啊。婚礼那天，妈妈身体原因没能来，我让萌萌视频通话拍给她看。婚庆公司的人夸我很漂亮，傅斯年又当着我的面把手机关机，一切都热热闹闹的往好的方向走。我被簇拥着走上那期盼多年的婚礼现场，却只能如行尸走肉般僵笑。亲爱的新娘，你是否愿意嫁给新郎？
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我麻木地盯着傅斯年的领带，机械般说道：“我愿意。那新郎，你是否愿意娶新娘？无论贫穷亦或是富有，我愿。”傅斯年刚要回答，人群中传来一阵骚动，是傅斯年的兄弟大声喊叫：“斯年，许岁要跳楼了！”人群攒动，傅斯年脸色骤变，什么都不顾一样的要离开。这场婚礼本来就是死局，我很早就能料到，只是还差一点点，还差一点。等妈妈听完他的宣誓，傅斯年，你答应过我的，等宣誓完你再走行吗？眼泪本能地掉出来，我记不得这是多少次求傅斯年了。我妈的愿望就是能看到我结婚，她现在就看着，我求求你了，傅斯年，我好歹爱了你这么多年，就当我求求你，可怜可怜我，行吗？纵然知道被拒绝是注定的事，可傅斯年连假装的温柔都没演下去。宋时念，我原本以为你还有最起码的良心，现在看来是我想多了。宋时念，不爱一个人是不需要自责的，你要是敢毁了他，我和你没完。傅斯年将我甩在酒杯堆上，酒杯倒了，玻璃渣扎在我身上，除了血，什么感觉也没有。我还真是没本事啊，连妈妈唯一的愿望都没能完成。上天怜悯，妈妈死时刚好只看到我宣誓，她是带着笑意走的，目的是季怀帮忙挑的，环境很好，妈妈应该会喜欢。前来参加葬礼的人不多，但大多都是婚礼当天的人，看我的眼神无一不是同情，毕竟被新郎抛弃，母亲又死了，肯定没有再比我惨的人了。葬礼的事务，季怀都派人安排得井井有条，我不需要多操心，只需要出面就行。谢谢你啊，季怀，钱我会尽快还给你的。季怀点了点头，没把钱的事情放在心上，和我并排的感谢前来吊唁的亲戚。哎，念念啊，节哀顺变，你妈妈在天上会保护你的啊。咦，你就是婚礼当天抛下我们家念念的人啊，还有脸出现在这儿？大姑父指着季怀吹胡子瞪眼的。大姑父来得晚，没能赶上婚礼当天，只能从亲戚们八卦中听说。现在季怀站在我身边，他误会地认成了傅斯年。不是的，大姑父，是的，大姑父，那天突然有事，是我该死留念念一个人在婚礼那里。等过段时间，我再给念念一个盛大的婚礼。我疑惑季怀为什么要这么说，等转过身，才发现傅斯年正站在不远处。听到这话，呆愣地站在原地。大姑父教训了季怀2句，前去给妈妈吊唁。亲戚都来完了，只有傅斯年站在那儿。我不愿意看他和萌萌离开，你拦着我干什么？我是念念的丈夫，要去陪她。季怀笑了，丈夫，目的是我和石念选的，亲戚是我和石念一起照顾的，就连钱也是我和石念一起出的，你算哪门子丈夫？傅斯年画饼画多了，连自己的都画进去了。傅斯年在门外嚷嚷很久，季怀让保镖把他赶了出去。后来我回家收拾东西，傅斯年在我楼下一等就是1晚上，他给我发了好多道歉的消息，甚至雨夜里下跪抱着我，求我不要离开他。萌萌告诉我，许岁的病好了，可那爱赌的毛病怎么都戒不掉。傅斯年应该是受不了了，想和我和好。傅斯年，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了。我拉黑掉傅斯年所有的联系方式，只是愁他死皮赖脸地跑来我这里，让我无法正常生活。刚和萌萌吐槽完当天，季怀打电话来说他有套房子适合我住，可以暂且躲避一下傅斯年。虽然不好意思，但是面对傅斯年和房子，我毫不犹豫地搬了过去。
那里的安保系统很好，没有允许，傅斯年怎么都进不来。他一次次失望落空的模样，很像曾经的我。可从前的我没有人疼惜，现在的傅斯年也不会有人疼。我和季怀住在同一屋檐下，日久生情，正常不过。傅斯年处理许岁的烂事，整日忙得焦头烂额，没工夫再来骚扰我。第3年，我和季怀结婚了，婚礼比上一次的更加盛大，我也能开开心心地试着婚纱，不用担心任何事情的发生。那天傅斯年来更衣室找我，他像是老了5岁，整个人看起来很狼狈。也是，从前他可以拿我们的钱替许岁解决一切，现在只能靠自己了，怎么会不沧桑？念念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知道阿姨哪天看着，我也不知道阿姨会死，我求求你，可怜可怜我，不要嫁给别人行吗？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风水轮流转，这句话最终落到不可一世的傅斯年头上了。我接过服务生端来的红酒，学着他当年的样子。傅斯年，我不止一次说过，我妈快死了，你不是不知道，只是不愿意听而已。况且，不爱一个人是不需要自责的。傅斯年，你应该祝我新婚快乐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